吃瓜点订阅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嘴姐。1992年7月29日，周深出生在湖南邵阳农村。和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，父母都是出外打工，他和姐姐成为了留守儿童。姐弟俩很快就学会了所有的家务，比如挑水、种菜、弄猪食等等。到了上学的年龄时，这样一个山村就一个教室，1到6年级的学生都挤在这样一个教室，而且只有一个老师。小学3年级，周深一家搬到贵阳，然后在贵阳上学。音乐老师发现周深很有音乐细胞，就把他招进合唱团。每次合唱团比赛，他领唱的歌曲都是第1名。这也是他的儿童时代最让他自豪的一段时光，短暂而又美好。随着年龄的变大，男孩子的嗓子都慢慢的变得浑厚低沉，而周深却没有变声期，一直是童年的声线。因为这，一些同学背后说了不少悄悄话。这种没有打说的校园霸凌也具有很大的杀伤力，经常被同学说不男不女。初中3年里，他没有在公共场所唱过一首歌。就这样，让大家都羡慕的天籁嗓音，也竟然成为了他痛苦。周深的父母在贵阳多年，做服装批发的小生意。周深凭借着唱歌的特长，被贵阳重点高中第6中学录取。由于初中时代被同学嘲笑的周深，根本不敢在同学面前唱歌。直到有一次参加了一个校园歌手大赛，获得冠军，立即在学校火了起来。这次经历才让他走出之前的阴霾，成为同学争相崇拜的偶像。2010年，18岁的周深玩起了 YY 用来唱歌，成功成了网络歌手。那时候的网络歌手和现在不一样，不需要刷游艇刷火箭，有的只是喜爱者的交流，更为纯粹。从声音里看周深，大家都以为是个女孩子。直到 YY 给他开了一个现场的演唱会，才知道他是男生。2012年，20岁的周深成为全国网络歌手冠军。周深的童年深深地影响着他，不敢在外人面前表现自己，但在网络的背后，他却表现出了活泼自如。由于他的完美声线和幽默的性格，吸引了一大票粉丝。时间过得好快，转眼间沉浸在音乐世界的周深参加了高考，毫无意外失利了，考上了重庆大学的艺术特长生，不是艺考生，被录取，但是他没去。周深父母听说去国外读书便宜，教得好，想让他去国外读书。碰巧有个声乐老师的孩子在国外学钢琴，说那的牙科和音乐都特别好。那个时候学音乐很难找到工作，还需要花很多钱，于是周深父母让他去国外学医。2008年，18岁的周深只身来到国外。在医学院，每天课堂学习进度特别快，医学书籍还要翻译着看，再加上医学的专用术语本来就拗口难懂，所以每天周深只能睡3-4个小时，也是比较的辛苦。班上只有9个人，来自不同的国家，波兰、斯洛伐克、保加利亚等等，他们是一个语系的。老师讲课讲着讲着就用波兰语，他完全听不懂，一到考试就挂科，还每天睡3-4个小时。周深的压力非常的大，他解压的方式就是唱歌。周深对医院完全没有兴趣了，觉得他自己也不可能为医学做出很大的贡献了，于是他退学了，想考音乐学院。于是在国外的周深经过努力，成功考进了利沃夫国立音乐学院学习美声。这个学校是国外和东欧最老的音乐学府，建于1853年。由于忤逆了父母意愿的周深，父母很生气，断了他的经济来源。不屈服的周深只能去打黑工，1个小时30元人民币去教中文。有个老师特别看重周深，在他刚刚接触专业音乐的时候，就给了他大5的曲子。虽然他喜欢音乐，但是并没有太好的基础。学了1个学期，声带就出问题了，已经唱不了歌了。于是周深开始尝试着各种方式来治疗嗓子，都收效不佳。他一度认为一辈子都没办法唱歌了。大1回贵阳，找了各种偏方，最后一个针灸大夫奇迹般的把他的声带小结治好了。于是周深就离开了他原来的声乐老师，找到了国外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男高音演唱家。拜师之路并不顺利，因为周深声带并没有完全好，
说话都破音，这个歌唱家连听都不听他的声音。最后在钢琴伴奏老师的帮助下，3个月后，周深成功成为了歌唱家的徒弟，这样周深才慢慢走上学习美声的道路。2014年对周深来说真是一个命运的分水岭，这一年他遇到了一个贵人，他叫胡米言，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导演。导演找到周深时，他不想参加任何比赛，他害怕被说，因为他怕听到别人不好的话，他的中学时代的回忆又萦绕在他的脑海里。胡米言连续邀请了周深2季，都被拒绝，第3次又被拒绝了。不死心的胡米言很长一段时间内天天给周深发语音，周深有点不好意思，很少有人会为自己那么用心。刚好赶上放暑假，周深如果再不同意，胡米言已经放话了，你什么时候回家，我去机场接你。于是周深抱着试试的态度去参加了比赛。真正让周深愿意去比赛的原因还有一个，就是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，留学生不让在外打工，只能回来趁着暑假唱歌挣一些钱。周深并没有告知家人，一人回来参加比赛。周深忙选唱了一首《欢颜》，那英、汪峰、杨坤等都给了很高的评价。那英说，你比女生唱的都好。杨坤说，他们刚才说的那个路子给你定窄了。其实我想说，你的声音真的是我从事音乐这么多年少有的一种声音，是跨越年龄、跨越性别，你有太多可能性了。汪峰说，在我有限的生命中竟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，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呀！周深在人群中永远是最不显眼的那个人，同属那英战队的张碧晨在分班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他，拉进了小二班微信群。周深完全活在自己世界里的状态。那届那英战队小二班里有4美、陈冰、张碧晨、李佳格和刘明湘等都成了周深的好朋友。很快周深在熟人面前变得活跃了一些，在舞台上也变得有信心起来。媒体问张碧晨这一季好声音最欣赏哪个学员时，张碧晨根本没有犹豫，我最欣赏周深，一直都是。远在贵阳的父母看了电视才知道儿子参加了好声音，都比较欣慰。父母永远在外人面前都是显摆自己的孩子，周深的父母也不例外。刚播完一期好声音，周深母亲就经常问客人，欢颜听过吗？我儿子哎。我儿子叫什么？周深哎。有些人听过，有些人没听过，有一次还刚好让周深听到，他听得脸都红了，感觉有点丢脸，因为他觉得他还没有红到人尽皆知的地步。2014年好声音结束后，周深与灿星制作的兄弟公司梦想强因签了6年的合约。其实真正让周深大火的并不是好声音，那届的好声音周深16进40就被淘汰，之后他遇到了他的另外一个伯乐。著名作词人隐约向高晓松推荐周深唱的《欢颜》时，就惊呼，哎呦，这个女孩唱得不错。当高晓松知道了是男孩唱的以后，就找了那英，然后拉个群。高晓松说有首歌想让周深唱，周深高兴得像个孩子，在地上乱蹦乱跳，激动不已。高晓松给周深写的歌叫《玫瑰与小鹿》，后来又介绍了隐约和钱雷，最后几人做出了大鱼。钱雷掩饰不住对周深的夸赞，现在歌坛很萧条，假如再萧条10倍，周深也不会死，没人能在这个音质范畴内跟他有竞争力，这是他的天赋。高晓松曾经说过，王菲唱歌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他也评价周深，周深的声音天生适合歌唱生命。你找一个独特的声音，首先就很不容易了，然后这个独特的声音完成度很高，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找的。好歌手比好歌要难找多了。2017年，25岁的周深发行了新专辑，高晓松任监制，隐约任制作人，专辑有10首歌，高晓松对周深寄予了很高的希望。高晓松曾经说，周深是有自己的经纪公司、唱片公司的，而我们不叫高家班吧，就是这伙人吧，都不在他的经纪公司或者唱片公司里，都是我们完全出于喜欢他。我自己从个人腰包里来投资一张我喜欢的歌手的唱片，这一辈子只有3次，前2次是20年前掏腰包做的小柯跟朴树的。而受了高晓松的指点后，周深也知道感恩，
在高晓松47岁生日时，他曾在微博上写道：“谢谢高老师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我甚至自己都不明白，您这么尽心尽力、不求回报的帮我这个新人，您随时都可以找大万人气高的人合作，但是您选择了我，不厌其烦的在录音棚教我，不放弃我。真心很感激您辛苦为我做的所有事情，对我的好，希望我不让您失望。”2017年7月，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的周深谈到老师时，他早已热泪盈眶。由于老师年龄大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。参加好声音时，在国外的专业老师和钢琴伴奏老师告诉周深，不论你唱的是流行乐还是古典乐，只要你是爱音乐的，你是开心的，你就继续坚持你的选择。2017年7月份时，帮助过周深的钢琴伴奏老师去世，他没有来得及见他一面。周深在离开国外之前，周深在钢琴伴奏老师的墓前放下鲜花，点了一支蜡烛，以此作为纪念。2017年7月，中国新歌声第2季导师战队的冠军战时，周深作为郭沁的帮唱嘉宾现身，这是他在中国好声音第3季落败后首次回到这个舞台。当晚节目播出后，周深和郭沁演绎的大鱼不仅瞬间刷爆网络，让17岁的郭沁爆冷成为那英组冠军，周深更被网友封为神助攻、神辅助。弹幕里，他被封为史上最完美的合唱对象。黄大炜评价：“我不只说你的嗓子很好听，我要说的是你音乐的心很大。”周深果然是越来越火了，还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，让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个小伙子了。人这一生最大的幸运，莫过于你喜欢的东西刚好和你的事业相重合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乐坛的全能担当、国宝级歌手周深疯狂整活，影视娱3方面都取得了十分不俗的成绩。在2022年第46期的音乐榜中，周深前不久发表的新歌《很高兴遇见你》斩获了推荐项的冠军，在腾讯 MV 一并夺下了周榜 Top 1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有人把周深称之为土榜王者，榜单中的前10首曲目，光是周深的代表作就占了4个名额，能够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，已经足以说明周深在乐坛的江湖地位了。这首《很高兴遇见你》是周深为游戏《王者荣耀》演唱的又一首单曲，在周深的加持下，《王者荣耀》数周霸榜，出现在了很多热搜话题当中。光在 QQ 音乐这一个平台，单日收听人数就高达100多万，反观之前的经典老歌大鱼等，收听人数都稳定在了50万左右。之所以可以频繁霸榜，并不是因为网友捧杀，而是周深的单曲一首比一首经典，一首比一首有味道，每次都能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惊喜与感动。从某种层面来说，周深承包了娱乐圈11月份中的所有热搜。多个好消息轮番上阵，在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天时间里，周深将会有5个舞台表演，歌迷不禁感慨，又回到了跨年晚会双开的那段日子里，确实有些忙不过来。没等我们彻底消化上一个出圈名场面，周深就已经带着全新作品无缝衔接地向我们迎面走来了。首先要说的是11月22日上午10点上线的新歌《流光绝美唱将》又一次征服了全网观众。别的歌手发歌的速度堪称蜗牛爬行，反观周深发歌的速度总比歌迷预测的领先一步。与此同时，另一首亦犹在领先迪士尼100年主题曲《奇遇乐章》提前上线与歌迷朋友见面。话说到这儿，3首新歌，歌迷目前已经听到了2首，只剩下一首《奇遇乐章》了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该曲目会在28号准时上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综艺方面，《奔跑吧》共同富裕篇第4期节目唱首新歌给你听音乐特辑中，基于周深、白鹿、李晨在第3期节目选曲环节中的出彩表现，如愿以偿地选到了1001个愿望。接下来在最新一期节目中，周深会在可行范围内进行很大的突破与创新，赋予这首老歌不同的味道。与往常一样，将正能量贯彻始终，通过 solo 舞台来为小学们表演。相信不少观众都跟我一样，特别期待周深跟白鹿的同框名场面。要知道，他们2位承包了很多网友们的追踪欢乐，一个敢说，一个敢接，站在一起时
总能摩擦出不同的化学反应。多数观众都认为这对欢喜冤家荧幕 CP 特别好磕。而在同一天的时间里，周深会带着光亮亮相于第28届东方风云榜的音乐盛典，这是周深第7次参加该晚会，每年都会断层出圈，拿奖拿到手软。尽管晚会还未拉开序幕，但周深夺冠已无悬念，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评价，周深的光亮都可以轻松入围年度10大金曲。这点毫无疑问，也有不少歌迷特别好奇，深深今年能蝉联最受欢迎男歌手奖，个人觉得几率很大。不往远说，光在11月份就上演了多个名场面，无论到哪儿都会散发出偶像的光芒。不光业务能力优秀，人品好，情商还高，集万千优点于一身，就连不少路人都觉得周深蝉联冠军实至名归。紧接着就是芒果台周六晚上献的你好，星期六了。该节目每期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，围绕不同的主题展开游戏。最新一期的主题是致敬中国动画100年。纵观整个娱乐圈，没有任何艺人比周深更适合这个主题了，主要还是因为周深演唱了中国动画100年金曲《美美》。除了周深外，何炅还把他的私交好友也请了过来，分别有杨迪、杨超越、谭健次、德云社流量担当秦霄贤等人，全员摇身一变cos 不同的经典动画角色，何炅饰演了黑猫警长，谭健次饰演了孙悟空。相较之下，网友最期待的是周深扮演的小英雄哪吒。各种趣味新挑战，颇有青春环游记的既视感，一身哪吒装扮，一系列爆笑举动嗨翻全场。重点是能看到杨迪跟周深这对双胞胎组合二搭合作，杨迪还是一如既往的当场吐槽周深，而作为响当当的接梗小王子，周深见招拆招。3档节目东方风云榜、奔跑吧共同富裕片你好，星期六3首新歌奇遇乐章流光一游在降维打击全网，不仅刷新了乐坛纪录，承包了全网歌迷欢乐。总而言之，偶像周深时时刻刻都在用实际行动彰显榜样的力量，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仿佛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太阳，照耀着我们不停地努力前行。伤心时有周深的综艺节目陪伴我们，开心时有周深的新歌给予我们力量，这才是真正值得当下年轻人追捧并学习的全能偶像，入坑不亏。一旦喜欢上周深，就会发现周深有很多等待我们一一发掘的闪光点。